下次还敢跑，打断你的腿！姐姐，你怎么还不来？还想着你姐姐能来救你吗？死了这条心吧！叶青若真想救你，早来了。她如今身份尊贵，会在乎你这红楼卖身的下贱女子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不信，姐姐亲口答应我的，她答应过我的，她一定会来。快看，是度量官夫人来了。姐姐，你找死啊！姐姐，你是不是忘了对我的承诺？我为了你变成这样，这些你难道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没有你这么不体面的妹妹。你说什么？你如何走到这一步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有何苦衷？当年被抄家后，我们一起被卖入红楼，是我牺牲了自己的清白护住了你，让你成了红楼第一情劝人。没有我，你早就沦为妓女，哪来今天的风光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当年分明是我自己看重体面，宁死不从，不像你一般出卖身体，轻贱自己。你真不要脸！呸！我回到了姐姐不肯弹琴卖艺这天。我的琴只弹给达官显贵听，你们这样的市井小民，不配听我的雅乐。都沦落青楼了，还敢跟本大爷摆谱？这是个刚买回来的美人，以前是官老爷家的千金小姐，性子傲着呢。您消消气儿，我这就让她弹起来。叶青若，客人点的高山流水不是你最拿手的吗？快弹来听听。只有宫里的皇子配听我的高山流水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懂什么是雅乐？体面，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体面！妹妹救我！我叫叶铮铮，是叶青若的庶妹。被抄家前，我和她是正三品都量官叶府的千金小姐。皇上那日赞赏我有才华，看得出是对我有情意的。可她有些老了，太子殿下却还年轻健壮。哎呀，可是人家跟太子殿下如兄弟一般，怎么做他的太子妃呀？哎呀，好纠结呀！很快，他就不用纠结了。爹爹卷入粮运贪墨一案，叶家一夜之间被抄了家。抄家的圣旨是对他有情意的皇上下的，带兵来抄家的是他的好兄弟太子殿下。叶家男丁流放，女钻一概发卖为奴。殿下，我是青若，你亲口夸过我的琴好听。全部带走，贩卖！于是，我和嫡姐就一起被卖到了红楼，皇城里最大的烟花之地。你们这群市井小民不配听我的雅乐，就算是卖艺，我也要卖得体面。体面！进了这红楼，你跟姚景有什么区别？还敢跟老子摆谱？我今天非要让你知道知道！你别过来！你个！姐姐快走，我拦着他。臭！坏老子的兴致！那一晚，我丢了所有的尊严。我为了护他的体面，被迫卖身，而他，美人儿，陪我喝一杯。我只卖艺不卖身，官人若实在忍不住，去找我那庶妹吧。她没有我这等气节，巴不得有男客点她。
铮铮，刚才吓坏了吧？周荣山给的那100两黄金，是给你嫡姐赎身的定金。过不了多久，她就能从这鬼地方解脱了。这是叶铮铮的卖身契。姐姐，求你带我一起走，求求你！这个地方再待下去，我会死的。我也曾是叶家的千金啊，姐姐，你救救我！妹妹，等我找个体面的理由，就给你赎身，让你离开这里。我还要等多久？再等等吧，这是皇城脚下，那些男人虽然爱折磨你，但也不敢叫你死了。等我找个机会，一定来救你。青若，你真是善良温婉。还在等吗？听闻他已经在州府坐稳了正妻的位置。许是刚入府行动不便，他说过会回来的。赎走你一点都不贵，5两黄金而已，还没周夫人头上的一只珠钗值钱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姐姐肯定会来接我的。我一等就是5年，直到惨死在大街上。妹妹，救我啊！姐姐，人的体面是要自己挣的，别总指望我来给你。想要尊严，就得先舍下尊严。姐姐，这一世我只成全我自己。老子看你有多少傲骨！听说这位也是叶府千金，是个庶女，都堕了青楼了，还讲什么嫡庶？我看这庶女比那嫡女识趣多了。就是，那嫡女不识好歹，这位姑娘倒是懂得尊重咱们。铮铮姑娘，方才你那嫡姐死活不肯弹这高雅曲子，说是怕脏了琴，怎么你倒肯了？你不要你的体面了？此曲王孙贵族听得，诸位自然也听得，雅俗共赏才是情理正道。妾身的体面，还要请诸位成全。好一个雅俗共赏，讲得好，这才是大家闺秀的气量。哎呦，诸位官人瞧瞧，咱们铮铮姑娘不仅琴艺绝伦，更是识大体的人儿。既然官人们这么抬爱，老婆子我今日也放句话，咱们铮铮姑娘今后在红楼只卖艺不卖身。姐姐，这一世只成全我自己。这一晚，我吃到了被卖进红楼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。抢着吃吧，晚了连渣都不剩。姐姐，快跟我一起抢啊！多个人多双手，不然咱们都要饿死。就算是被发卖进这种地方，我也要活得体面。抢食是狗这种畜生才会做的事，我可是叶府大小姐，怎么能做如此不体面的事？
你可别把馒头摔脏了。为了一口吃的这么争抢，真不体面。站那儿别动，妹妹，你没了清白，也就没了体面。失了体面的人，不配跟我坐在一张饭桌上用饭。体面。姐姐，这桌丰盛的菜肴现在全部属于我。行了，哭丧着脸给谁看？这红楼里的姑娘第一次接客都这样。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？叶铮铮，你害我没了清白，你这个……我如何帮你？当时那种情况，若我冲上去帮了你，现在没清白的人就是我了。你是淑妹，你本来就该护着我。姐姐的清白重要，我的清白就不重要了。当初是你自己同意弹琴卖艺，上了场却又装起清高，你惹来的难客，凭什么让我替你受着？叶清若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在这红楼想要体面，就自己去挣。我绝不会再做你的垫脚石。沦落至此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你打我，我吃一口也不行吗？你如今没了清白，也就没了体面。失了体面的人，不配跟我坐在一张饭桌上用饭。来人，把清若姑娘带下去，给她那份特供的饭菜。放开我！我是叶家大小姐，叶铮铮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像你这种进了窑子还装清高要体面的人，只配吃这种馊菜馊饭。我也可以弹琴，我也可以卖艺。卖艺，叶大小姐，你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失了身，你那身子早就不值钱了。那群男人以后只会馋你的身子，谁会有心思听你的琴？不愧是大家族培养的闺秀，确实有两手。行，我破一次例，2日后我在这红楼办一场琴艺比试，谁更受客人们喜欢，谁就是我红楼第一清琴人。这种噱头定能大赚一笔，我得赶紧去准备。叶铮铮，我若是认真录一手，你这种偷师学来的玩意儿，也配跟我比？怎么，姐姐如今倒不在乎体面不体面了？接过一回课的人确实不一样。姐姐的体面莫不是掉在裙底，丢了一回就彻底不要了？你等着吧，今日我受的屈辱，会成为你在这红楼每一晚的噩梦。坐在墙上。媚儿，你这葡萄可真甜呐！文丽，这是什么呢？诸位郎君，今日咱们红楼双追斗琴，昔日千金对泪，只为博各位红颜一笑。一定要保住清白，坐稳清光人的位置。这是我唯一能攀上贵人、
离开这里的自就知道。哎呀，你怎么连妆都不会上啊？你姐姐那边可是费了心思，专门向秦妈妈要了涂脸的金粉，等会儿上了台，她那张脸在灯下会亮晶晶的。我看她呀，就是想压你一头，你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可听说了，今天有个什么王大人要来，他可是出了名的好色，你可不能让他得逞。可你呢，连个花季都不会贴，拿什么跟他比？我有的不仅是这张脸。谢谢你，丹枫妹妹。少肉麻我，你这腮红涂得跟猴屁股一样，擦了重来。红楼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亲姐妹到了这里也能反目成仇。你们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斗来斗去得了什么？到头来还不是什么都没了。落入困境，本该守望互助，可有些人只想成全他自己的体面。这是哪儿来的大人物？我来这几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，那是东宫侍卫。萧晨意，他从不近女色，为何会来红楼？算算时间，流放途中的爹爹应该出逃了，朝中两股势力都在搜捕他。他不是来寻欢的，他是来守株待兔的。只要叶家女儿还在台上，爹爹就一定会现身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竟然来了！姑娘，那是当朝太子，他一定是为我来的，我就知道太子哥哥心里一定是有我的。今晚就是我离开这里的日子。我来这几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。萧晨意从不近女色，更不会无缘无故来这种风尘之地，除非是为了抓人。算算时间，流放途中的爹爹已经出逃了，他是为了守株待兔。铮铮，你怎么了？身子抖得这么厉害？若是爹爹真的来了皇城，今日这里就是他的死地。姑娘，您慢点，这头饰都要歪了。太子哥哥果然还是记挂我的，那日抄家定是迫于无奈，今日他定是来救我脱离苦海的。比试开始，请叶清若姑娘登台。姑奶奶，到您了，快走吧，台下那群爷都等不及了。不行，我不能上台。啊？秦妈妈可看着呢。太子殿下心气高，定要个最体面的太子妃。我若当着他的面在这种地方给那些下等人弹琴，他定会吃醋生气的。我若不体面，日后还怎么进宋宫？人呢？叶清若呢？老子是来听曲的，不是来看空台子的！装什么大牌，还不快滚出来！叶清若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既然他要他的体面，那这个机会我收下了。
不行，若我这般主动贴上去，岂不是显得叶家女儿太不值钱？要让太子殿下亲自来见我。叶青若姑娘上台献艺。姑奶奶，您听见没？管事催第3遍了，底下的男客可不是吃素的，再不上台，他们真会把这场子给砸了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去告诉太子殿下，青若今夜只为他一人弹琴。我马上就是太子妃了，还怕下面那群下身人砸场子？姑娘既然笃定自己是太子妃，太子殿下自然是愿意见您的，不如您亲自过去。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！姑娘，奴婢这是为你好。您身份尊贵，奴婢人微言轻，若是被侍卫拦下冲撞了圣驾，谁能保得住您？哼，说的也是，你这种贱婢，确实不配在太子殿下跟前露面，当真是失了风，活腻歪了。你这贱婢，当真是该打！还当自己是大小姐呢？老娘告诉你，我管你曾经是谁，眼下你与我都只是这红楼里的女人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你还没混出名堂呢，秦妈妈让我来伺候你，已是给了脸面，你别给脸不要。我便亲自去见翠桃，等我成了太子妃，有你哭的时候。红楼里想男人想疯了的女人我见多了，像你这么颠的还是头一个。请叶青若姑娘立刻上台！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叶青若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去见太子必定会误了时辰。台下那些男客可不讲理，他们若是砸了场子，你在这红楼可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哼，我马上就是太子妃了，还怕你们不成？我的琴只弹给太子爷一人听，这是我的体面。叶铮铮，白小妹把我信我爹光放我的包厢。他这是要去抱太子爷大腿吧？还真让他进去了。若自己立不住，抱谁的大腿都没用。那比试怎么办？管事都叫了3遍了。看来姐姐今晚是不会上台了。我本还忌惮她的情谊，特意留了后手。既然他自己把梯子撤了，那我的机会可就来了。姑娘，你这是无礼。太子哥哥，放肆！这可是太子殿下，岂容你一个戴罪之身的青楼女子如此攀附？太子哥哥，你终于来见我了。那日查抄叶家时，你真的好凶啊！青若知道，抄我的家、发卖我，都不是太子殿下你的本心。殿下心里是有我的，对吗？你叶家卷入良运贪腐一案，延误前线战期，孤惩处叶家论罪当诛9族，自然是出于本心。我不信，你再这么说，我可就不给你弹琴了。
她是叶青若，正是。让她滚！是。太子哥哥，你说什么？我是青若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殿下息怒！殿下息怒！是老奴管教不严，惊扰了圣驾。殿下，一楼没有叶皇的踪迹。叶青若呢？再不出来，老子拆了这红楼！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回宫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殿下饶命啊！当今太子是从尸山血海杀出来的战神，但我赌，他一定记得这首曲子。无非，若想要尊严，就要先舍下尊严；若想要体面，就要先丢下体面。我不确定那旋律他是否还记得，那么微光越掉越亮。我只能赌他会为了当年的那一丝微末情分，回头看我一眼，大厅重回寂静。唯有步步回响。无非，今日在冷宫见到的，一个字也不许往外说。若让旁人知道你见过殿下，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，记住了吗？生母曾是舞姬，我自幼习轻商乐舞，本是世家女子不屑的微末细意，今日却是我的救命稻草。若想要尊严，就要先舍下尊严；若想要体面，就要先丢下体面。什么千金身份、女德礼教，尽数从我身上消隐。我只是想好好的活下去。该回宫了。好，这才是真
叶府千金，赏，重重有赏。为了勾引男人不择手段，足见品行低劣。闭嘴！你尚不如他万分之一，眼红嫉妒就直说，在红楼冲什么假情阁？叶二小姐也真是豁得出去。这不叫豁得出去，她只想活下去。叶家犯了重罪，不可轻易饶恕。那就让她在此方天地间有体面、有尊严的活。明白，草民明白。诸位郎君，从今日开始，叶铮铮姑娘就是我红楼第一情权人。姑娘技艺高超，太子殿下亲赏羊脂白玉、云纹玉佩一枚。这玉佩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，我得了太子爷赏识，我的命还有我的清白终于保住了。侍卫没少，看来爹爹没有被抓。殿下，叶铮铮如此不体面，您居然赏赐他，他那些勾引男人的手段我也会，只是我不屑做罢了。走。殿下，殿下等等我！贱婢，放开我！姑娘，你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大祸临头了吗？妈妈，人带到了。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今夜1楼的比试，老娘花了大价钱吆喝，来的都是贵客。你装清高不上台，险些砸了我的场子，毁了红楼的招牌。我是要去见太子。见太子？你在太子面前那般失态，若是惹恼了殿下，碾死整座红楼也只是动动手指的事儿。我们全得给你陪葬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识气的贱骨头押去内院，施以足刑。足刑，用带刺的藤条鞭打脚底数百下，不伤脸不伤手。至于我为何如此了解，因为前世我替他受过。要罚便罚铮铮吧，他是我的肉替，南柯不高兴了，自然是罚他。我的脚金贵得很，妈妈真舍得打我吗？哟，妹妹恢复的这么快啊！她再受几次这刑，双腿便要残废了。残废？我还以为会死呢。看来这刑罚只是折磨人，不会真叫人死了。这倒有趣了。我这几日心情不好，明日李家公子的宴会我就不去了。李家要是来要说法，恐怕妹妹又要替我多受几次刑喽。妹妹，救我！妹妹，我怎么能受刑呢？若是双脚被人看了去，我还有什么体面可言？叶铮铮，你是我的庶妹，你我姐妹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受刑。我该如何救姐姐你呢？
这整个红楼都听秦妈妈的，我也才第1日当上亲妻儿，怎么替姐姐求情呢？用太子殿下给你的玉佩啊，把玉佩亮出来，说你不准他们动用私刑。一旦板子要打到自己身上，人立刻就学聪明。他说的不错，太子爷赠的这枚玉佩，在红楼是可以当东宫令牌用的。姐姐说的对，可我为什么要救你呢？姐妹2人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姐姐什么时候这么重视我们的姐妹情了？怎么，我荣耀了你要跟着沾光，你落魄了就要拽我下水？凭什么？叶正正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救命啊！姐姐，你别怕，这刑罚只是折磨折磨你，不会真叫你死了。你忍一忍，忍一忍就好了。那一晚，整个红楼后院都能听见嫡姐的惨叫，我却睡得很安稳。这是叶家抄章后2辈子以来，我睡得最安稳的一个觉。随便包扎一下，明日开始把叶清若的名字挂上花牌，接客。只要客人出得起钱，就得接。名字上了花牌，便是彻底身败名裂，体面全无，再无恢复清白的可能。我不能被挂牌，我不能接客，我是叶家大小姐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会体面全无的。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一而再的砸红楼的场子，你当我红楼的规矩是摆设吗？清若姑娘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你昨晚在房里做梦要当太子妃，这笑话大伙儿可都听说了。你那假体面伪清高，必会让你付出真代价。哪怕带着上辈子的剧烈恨意，看他落得如此境地，我心中竟也闪过一丝不忍。可前世，妈妈，求求你，别挂我的花牌！妈妈，你看，我这妹妹还做作起来了。她这种妾生的庶女，天生就是没有体面的，倒还装起清高了，真可笑。所以，我不该怜悯她一丝一毫。哟，这不是清高的叶家大小姐吗？怎么干起端茶送水的活了？大爷要添酒吗？给爷倒上。你当初不是说了吗？你的琴只弹给达官显贵听，如今正好，爷不用听你的琴，你只配给爷倒酒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现在倒好，不是我们不配听，是你压根儿不配弹了。男人就是如此，哪怕来了花楼寻乐子，这乐子他们也要分个高低贵贱。寻霜是红楼第一花魁，上一世我只是最低等的红楼姑娘，连跟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世我成了唯一的亲管人，他主动与我做了朋友。他被卖入红楼5年，对这里的男人了如指掌，清醒又颓靡。可前世如此清醒的他却死得极惨。他曾用卖身钱供养一个穷书生，书生高中后原本要来赎他，可那时当着清贵人的叶清若注意到了那个书生。你如今仕途大好，前程似锦，你可曾想过，若是娶一个不清白的妓女做正室夫人，日后你那些官场同僚会怎么看你？就算她是你的糟糠妻，这样的糟糠妻带出去也是不体面的。我曾经是叶家的大小姐，跟你说这些，是觉得跟你投缘，不想看一个大好男子的前途毁在一个不安分的女人手上。他供你读书考试，说到底也是为了他自己啊。她这种女人，你也不嫌她给的钱脏？我觉得女人啊，就该有些气节，就算落入红楼，也该人淡如菊，与世无争，一世独立才是。像叶姑娘你这般吗？我哪般啊？即使落入红楼这等污秽之地，也能出淤泥而不染。寻霜她不能跟你比。叶姑娘，若可以，我想赎你为妻，寻霜她做个妾便罢了。我把你当兄弟，才跟你说这些肺腑之言，你却对我起这种心思啊？我已经是有归宿的人了，
周荣山赎我用了500两黄金，你出价能比他高吗？是在下惭愧。正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归宿，今日跟你说的这些话才都是真心话。你好好想想，荀双配不配得上做你的正妻吧？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伤。你一个青楼女子，竟还妄想做官老爷的正妻！本官乃7品县令，尔等贱民敢对本官不敬！没多久，我便听说荀双在牢里上吊了，死时腹中已有身孕，而那书生转头就娶了高官之女。姐姐，这是荀双姐姐的遗产，你怎能据为己有？属我的只是个富商，而他那种万人长的花魁却能得官老爷青睐，凭什么？我就是要让她美梦破碎！第一个走出红楼的姑娘，只能是我叶青若，只有这样才能成全我的体面。荀双姑娘，那赵大人又来寻你了。我知道，他又起心思了。赵大人，请留步。青若有些肺腑之言，不得不说。叶姑娘请讲。荀双不是个安分的女人，安分的女人怎能混到花魁的位置？她讨男人喜欢的那些下作手段，即使告诉我，我也不屑做。大人前程似锦，若带这样一个女子在身边，日后同僚会如何看你？她会丢尽大人的体面。就是这半刻的犹豫，让荀双彻底心寒。荀双不懂体面，但我好歹曾是叶府千金，是背着入宫选妃的。赵大人若想要个贤内助，何不看看我？我的脸！贱人！贱人！敢撬老娘的墙角，你活腻了是吧？徐双，你怎能如此粗鲁？你也是个贱人！没有老娘的钱，你还在山沟里跟狗抢馒头呢，还敢嫌弃老娘？老娘还没嫌你是个靠女人吃软饭的窝囊废！赵无德，没有我贺荀双，你就是皇城里的一坨狗屎，你算个屁！贺荀双，我可是7品县令，你敢对我如此不敬？当官又如何？我爹官从正3品，如今一样抄家流放。赵大人，你这样的品行，在官场也不会有好下场，咱们等着瞧。大人，滚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碰本大人的袖子！贱人，全部给我滚！这3个箱子值100两黄金，够我在外头开个小店立足了。这原本是我备下的嫁妆，里头一半还是给那狗男人备的彩礼。铮铮，幸好有你提醒，否则这些钱全便宜了他。姐姐能脱身，我比谁都高兴。你也该尽快想个出路了。虽说是清款人，这地方到底不是常待的。我是戴罪之身，走不脱的，除非……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位皇城第一清简人，让他出来见客。老周爷，您可真是贵客。周荣山，前世踩着我爹尸骨上位的富商，终于来了。100两黄金，点你们第一清田人去厢房单独为我演奏，让铮铮姑娘洗干净了再过来。和前世一样，他目的极强，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出去。叶家女果然美貌，哪怕落魄了，也与红楼那些寻常女子不同。官人若对叶家感兴趣，该点我姐姐，她可是正经的叶家嫡女。她已被万人尝遍，你却还是个雏儿。不错，用玫瑰泡过的身体，果然是一阵清香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让你沐浴，你便该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官人既然慕名而来，便该知道我是红楼唯一的清巨人，无论你砸多少黄金白银，我都不会接客。
你当真以为你这么值钱？难不成你以为自己是个无价之宝？太子殿下赐我的玉佩才是无价之宝，官人可想好了？今夜你想听琴赏舞，我必让你值回100两黄金。可你若想坏了我清奇人的规矩，便是在驳东宫的脸面了。东宫的脸面？他虽是太子，可皇上还未驾崩，未来登基的是谁还不一定呢。你可知我与齐王是什么关系？他可是我拜把子的兄弟。什么？你叶家当日被抄家还是太子的手笔，如今你倒拿他当守护神了，你还真是体面啊！叶府被抄是因为我爹爹犯错，我能得玉佩护身是凭我自己的本事。若为了所谓体面，丢了能保性命安危的东西，那叫愚蠢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爹爹流放中途跑了？现在齐王府和东宫都在搜捕他。你是他的女儿，他没来找你？我在红楼消息闭塞，哪能知道这些？我爹爹逃走，难道是有什么隐情？你爹爹藏得极好，小半年了都没抓到人。叶铮铮，你想体体面面地离开红楼吗？体体面面4个字，简直正中前世叶清若的下怀。只要你引诱你爹出来，把他交到我手里，我就娶你为我周府的正妻。叶府倒了没关系，我周家成全你后半生的体面与富贵，如何？前世爹爹就死在嫡姐赎身的前半个月，听说他逃回皇城，私下见过嫡姐，当天便被齐王的人抓了。爹爹很快被处死，罪名从贪污变成了倒卖军饷。法场砍头那天，我没能去送他，因为我在接客，嫡姐也没有去。那一日，周荣山特意来陪他喝酒，两人极其高兴。没过多久，嫡姐被赎身，成了周府正妻。周荣山被齐王提携，顶替了爹爹的位置，受封3品良运官。他坐拥金山银山，大家都忘了她是罪臣之女，也忘了她是从红楼出来的妓女。我终于明白前世爹爹是怎么死的了。若是交给你，爹爹会死吗？他本来就犯了死罪，流放已是皇帝仁慈，他还敢逃跑，此次一旦被抓，死路一条。他若死了，你作为他的女儿，一定不会好过。周荣山这个恶贼，说到底还是把我爹爹置于死地，帮齐王稳固朝堂罢了。妾身身在红楼，无法与爹爹取得联系。你若将我带出，我自然将爹爹的藏身之处告知，日后妾身就全权交由公子了。铮铮姑娘，此话当真？我也不急于这一时，只要得知叶红下落，立马诛杀。以后都梁一职，我可就一家独大了。那就请官人先歇息吧。只要我逃出红楼，我定要通知爹爹莫要现身。哎呦，我的好铮铮，昨夜周官人对你可还体贴？妈妈，别说这个。哎呦，还害羞起来了。周爷可是大富豪，只要你伺候的他满意，你这后半辈子可就掉进福窝里了。不是要做轻妓人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按耐不住去爬男人的床了？不知羞耻！像周荣山这等大商户，最不在乎女子出身，若被他赎走，极有可能就是周家的正妻。前世叶清若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如今机会到了我手里，他光是想想都能急得整晚睡不着觉。姐姐是在嫉妒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会嫉妒你这个……姐姐倒是想爬床，可周官人不要你啊！你连2楼都没上过，是该嫉妒的。丹枫，帮我跑一趟，务必将这封信送去东宫。按前世的时间推算，爹爹这几日就会现身来找我们，我必须确保他不能落到周荣山手里。我一个身陷红楼的小女子掌控不了大局，唯有借力打力，驱狼吞虎，用东宫的势力去对抗周荣山乃至齐王的威胁。这位大人，可是太子殿下来接清若了？太子殿下有令，请叶铮铮姑娘进东宫奏琴。罪女叶铮铮，领命。我是戴罪之身，在楚君面前，只能以最卑微的姿态示人。免礼。你怎么不喊过太子哥哥？
什么？叶清若上次见殿下，张口便攀附殿下为哥哥，难免让人以为这就是你们叶家的礼数。他这是在暗诽叶家家教不行，养出来的女儿不知礼数，我真是百口莫辩。并非所有叶家女都像嫡姐那么疯癫。太子殿下，罪女绝不敢造次。抬起眼看着姑，怎么，姑会吃了你不成？你求见姑是有什么要求吗？罪女确有事相求，还请殿下看在那首曲子的情分上，帮罪女一次。是想让姑纳你为妾，带你离开红楼。他居然直接认下了那首曲子，只要他记得这点微末的情分，我便有信心翻盘。如今这点处境，我绝不可能拿这份恩情去换什么男人的怜爱。我只想保住叶家，还爹爹清白，因为只有叶家在，我的前途才在。殿下，罪女想求的是为叶家翻案。你竟想要这个？你可知叶红犯的是什么罪？他在良运上贪污，导致前线延误战机，这是重罪，不是你一个小女子拿恩情。罪女明白，若爹爹果真有罪，罪女绝不为他开驳。但若爹爹蒙冤，是遭人算计污蔑呢？太子殿下，罪女只是想求殿下给爹爹一次当面申辩的机会。你如何认定你爹爹有冤情？皇城富豪周荣山也在找我爹。若罪女没猜错，他应当是齐王的人。爹爹一向处事谨慎，掌管良运要职，在朝中始终保持中立。他流放途中出逃，必定是发现了什么，才会拼死反抗。如今齐王的人也在搜捕他，殿下不妨细想，若我爹这个中立的良运官倒，下一任良运官大概率就是掌管粮食的皇上周荣山。届时这个三品要职成了齐王的人，于殿下您也是极其不利的。我一股脑说完，呼吸都停了半拍。这毕竟是在妄议朝政，太子若较真，立刻就能治我的罪。不要打草惊蛇，在红楼护好你自己。你父亲的事，姑会安排，但愿他是真清白。若最后证明他不是被污蔑的，姑也不会因为你而手下留情，你明白吗？谢谢殿下。妹妹，我说过要跟你一荣俱荣。周荣山这么好的男人，凭什么你一个人独享啊？他趁我不在酒里下了药，扮作我的模样，带着我的珠钗，爬了周荣山的床。姐姐，你不是说别人勾引男人是下作吗？如今你自己这副坐谈又算什么？你的体面呢？我的高贵在骨子里，跟你们这些俗人怎么能一样啊？哼，你们姐妹还真是花样多啊！叶家真是好家教。毕竟叶清若姿色不差，她终究是占了便宜的那一方。但周荣山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这一晚，叶清若怀孕了。哪怕是看在孩子的情分上，周爷赎走叶真瞻时，也该顺便带走我。我如今只值10两黄金，不过是周爷随手漏点碎银子的事。一个挂在花牌上接了上百位客人的女人，名声早就臭了。我周家可丢不起这人。哼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必要先娶一个正妻回去，才能纳你这个妾。你妹妹是妻，你只能做妾。只能先忍了，离开红楼才是最要紧的。妹妹，在红楼我确实赢不过你，但等到了周府，你就等着看我如何让周荣山宠妾灭妻吧。若我不跟周荣山走，你猜他还会不会给你赎身，让你进门？你不跟他走，那可是周荣山，他娶你做正妻，你还能不乐意？你别在这说酸话吓唬我了。爹爹安全了。周爷，这就是铮铮和清若的卖身契。慢着。这赎身也得问问我本人同不同意吧？怎么？你难道还能不同意？我忽然不想进周府了。你说什么？叶铮铮，你在这装什么假清高？假清高？对对对，我这假清高就是跟嫡姐你有样学样的。叶铮铮，你敢对我食言？你知不知道你会是什么下场？他有什么下场？我东宫兜着。太子殿下很喜欢叶铮铮姑娘，要她进东宫做秦代秋。这位大人，
那太子爷打算用多少钱赎走咱们这位亲倩儿呢？秦妈妈，东宫要人，你敢来谈钱？那我也不介意让府衙跟你算算，你这红楼每年抬出去多少无辜女子的尸体，一桩桩一件件算下来，你的人头还保得住吗？大人饶命啊！能被东宫看上是我红楼的荣幸。铮铮，你快去服侍太子，可别忘了多说说咱们红楼的好话呀。红楼已经不安全了，殿下让我来接你进东宫。周荣山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明着跟东宫抢人。他大概意识到了，我不知何时已站到了太子的阵营里。既然如此，我今日也不必带谁出这红楼了。走！周郎，你还有我，你可以赎走我，我不贵，我只要10两黄金。我说过，赎走叶真真之后，才会顺便赎走你，你只是个廉价的赠品，明白吗？如今没有叶真真，你有什么资格进我周府的大门？我怀了你的孩子，看在孩子的情分上，带我走吧。孩子？哈哈哈哈！你被挂在花牌上接客，跟多少男人睡过？肚子里是谁的野种，你自己都不清楚了吧？他爬床的前后2晚都在接客，1天的时间差，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，他自己也根本不清楚。我周荣山要的是清清白白的妻子，你连做妾室都不配，抬走！叶铮铮，我会让你哭着来跟我求饶认错，绝不会有这一天。姑娘，还有什么要带走的吗？当然有，我在红楼辛苦弹琴跳舞赚来的血汗钱，1分都不能少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带走一个人。自然可以，东宫要人，谁敢不给？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会带姐姐一起走的，对吗？现在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能从红楼解脱了。铮铮，你是我最好的妹妹，你一定会带姐姐一起去东宫享福的，对吧？我求你带我走，再在这里待下去，我会死的。前世，我也是这般绝望地跪在她面前，求她记起姐妹之情。我的确是要带走一位姐妹。丹枫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我们去东宫。铮铮，你要带我走？我带你走。我当然愿意，我太愿意了，那可是东宫啊！谢谢铮铮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只能在这里蹉跎到死了，我居然能出去，我居然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带走丹枫，你有意见吗？不敢有，不敢有！原来自己往上走了一步，回头拉一把共患难的姐妹是如此简单的事，简单到我只是这样提了一句就成功了，哪需要找什么体面的理由，哪需要等一等、忍一忍。但凡是真心想拉你一把的人，怎么舍得让你多吃一点无谓的苦头？叶铮铮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还怀着孩子，我会死在这里的。姐姐，妹妹知道你最看重体面，你如今这副样子实在算不上体面。这样吧，你再等等，等我找个足够体面的理由，就带你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等多久？等一等，等个1、2年吧。我会死的！姐姐胡说什么呢？这里啊是皇城脚下，红楼最多折磨折磨你，哪会真叫你死了？这一幕，他一定觉得何等熟悉。叶铮铮，你是在报复我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只是让你体验过我所体验的痛楚。蠢货，现在才发现，太晚了，你这辈子的人生已经完了。我离开红楼，住进了东宫。太子对我以礼相待，让我做了东宫的琴代招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的琴只有他一人独自欣赏。丹枫说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舒心日子，再也不用看男人的脸色，不用以色示人，不用担心被虐打。这长的日子，终究是美梦成真了。殿下，叶红找到了。爹爹，爹，您受伤了，这是怎么弄的？是周荣山的人暗算了我。周荣山，那日您在信里报了平安，并未明说藏身之地，他
他的人怎么会精准的找到你？那封家书，我不仅给了你，也给青若送去了一份。狄姐大抵是有了前世的记忆，她知道周荣山想要什么，她竟然拿着家书去找周荣山做交易。太子确信当年冤枉了叶府，连夜进宫陈情。半年后，叶家洗清冤情，官复原职。主母病死在流放途中的风沙里，小娘好好的回来了。叶青若为了荣华富贵陷害生父，爹爹对她彻底寒心。叶府重振，所有人都回来了，只有叶青若。叶家没一个人愿意去接她。好孩子，能在逆境中闯出一条血路，勇气可嘉。以后时时进宫来，陪哀家解解闷。我因揭发齐王有功，脱了奴籍，并得太子引荐，得了太后青睐。齐妈妈手上沾着几条人命，抵赖不掉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陛下，陛下！赵无德一进官场就去巴结齐王，齐王被废，他便成了替罪羊。我用当清廷人的钱救助了姐妹们，寻双姐开了酒楼，日子自在舒心。大胆，竟敢冲撞叶家大小姐的马车！妹妹，你出来！妹妹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姐姐，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这一世明明都是你在害我！我是叶府大小姐，想要体面有什么错？我仰慕太子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让周荣山给我好日子过，又有什么错？呸！听说这女人为了荣华富贵，连亲爹都能出卖，一个红楼娼妇还敢拦叶家的轿子！闭嘴！我都是有苦衷的，我有苦衷的！你一步一步如何走来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有何苦衷啊？这话姐姐前世曾经对我说过，如今妹妹全部还给你。有什么冤屈，你去和衙门说吧。走吧，太后娘娘说做了我最爱吃的糕点，别让老人家等久了。殿下在等我。谁等你了？都只是刚好要去看皇祖母。今日阳光真好，今世一切皆合我意。